朋友们，我是张德昌，请您关上门，调大音量，我们认真聊一件关乎你我养老钱袋的大事。为什么如此郑重？因为就在2026年前夕，一个极其明确的严厉信号已经释放，针对劳保基金，一场全面、彻底、动真格的大清查即将开始。这绝非雷声大雨点小。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劳保局已联合税务、户政、出入境等多部门，编织起一张前所未有的严密大数据稽查网络。在这张网下，已有4类人的账户被系统默认为高风险，一旦被锁定，后果可能难以承受，轻则暂停发放养老金，重则冻结整个账户。最严重的情况下，已领取的款项将被连本带利追回。或许您想，我一向规规矩矩，这事与我无关，但请您稍安勿躁，国家的劳保体系复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许多自以为合理甚至聪明的操作，在2026年升级后的数字稽查系统面前，都可能成为白纸黑字的违规证据。以往那些所谓的空子，在新技术和严查下将彻底被封死。因此，今天我必须把这4类最高危人群说清楚，请您耐心逐条对照，检查自己和家中长辈。只要涉及其中一条，请务必立刻想办法补救，切勿拖延或侥幸。否则，当冰冷的冻结通知或追缴令送到家门口时，一切就都晚了。首先，咱们要重点点名的第一类人，也是目前这股彻查风暴里打击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类人，就是挂名投保的朋友。什么叫挂名投保？我给您说的再通俗一点，您明明没有在那家公司实际上班，或者您明明是个自由职业者，甚至就是在家闲着，但您为了让自己的劳保缴费记录不断掉，让工龄能一直累积下去，或者呢，更贪心一点，为了将来退休时能按照一个更高的工资标准来计算养老金，您就找了一家亲戚朋友开的公司，或者随便找了一个什么职业工会，把自己的名字挂在那，每个月您自己从腰包里掏钱，通过那家公司或工会把保费交上去，假装自己是那里的员工或者会员。这种做法在过去10来年里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甚至很多人私下里还觉得这是一种会算计、有门路的聪明做法。大家普遍的心里话是，反正钱是我自己一分不少交的，我又没占国家便宜，劳保局你管我挂在哪呢？但是到了2026年，这个逻辑彻底行不通了，因为现在的稽查手段已经进化到了多维度数据交叉验证的可怕程度。劳保局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只看你有没有交钱这个单一数据了，他们会直接调取税务局的内部数据。您想啊，如果您在一家公司挂名投保，按照常理，这家公司就应该给您发工资，对吧？既然发了工资，那这家公司在做企业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有没有把给您发工资这笔支出列进去？您的个人所得税 APP 里有没有这笔收入的申报记录？如果劳保局系统一比对，发现您在这家公司的劳保投保薪资写的是每月4万5，可税务局的记录里，这家公司给您申报的薪资是0，或者只有象征性的1-2千块，这个巨大的、赤裸裸的数据断层，瞬间就会在系统后台触发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报。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更厉害的是，现在的稽查已经不止于财务数据了，它开始深入到你的生活轨迹。我给您说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案例，有一位60多岁的阿玉先生，他就是为了将来能多领点退休金，把自己的劳保关系挂靠在一家物流公司，还把投保薪资拉到了最高档。结果在审核时，劳保局觉得不对劲，他们直接去调取了那家物流公司内部的工作排班表、车辆 GPS 出车记录，甚至去查了阿玉先生自己手机的长期定位信号。结果发现，每当这家物流公司忙得脚不沾地，货车全国跑的时候，这位阿玉先生的手机信号却长期稳定地出现在几百公里外老家的小县城里，要么在公园遛弯，要么在茶馆下棋。面对这些像铁一样硬的轨迹证据，阿玉根本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最后结果是什么？劳保局果断认定他这是虚假投保，不仅把他挂靠这几年积累的劳保年资全部作废，也就是说，这几年他自己交的钱全白交了，不算工龄，而且还把他之前已经领到手的100多万养老金
直接定性为不当得利，要求他限期全额吐出来，甚至还要面临因为涉嫌诈骗国家社保基金而被刑事起诉的危险。您看，为了占这点小便宜，差点晚节不保，值吗？所以，正在看视频的您，如果自己或者您家里长辈目前正处在这种挂靠的状态，请务必一定要在1周之内去咨询专业的法律人士或者靠谱的劳务顾问，看看是赶紧把关系转到真正符合你身份的地方，还是说有没有可能补齐一些实际工作的证据。千万别再抱着查不到我的侥幸心理了。在2026年的大数据天网面前，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第2类会被重点清查的人，他们往往觉得自己特别隐蔽，但一旦爆雷，损失也是他方式的天文数字。这就是那些长期旅居在国外，或者户籍出现了异常变动的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些年出国跟子女生活，帮忙带孙子孙女，或者干脆就是移民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咱们的劳保条例对于居住地和户籍状态有着非常严格和细致的要求。根据现行的规定，如果您长期居住在国外，一旦超过了某个年限，比如有些地方规定是2年没有入境记录，户政机关是有权把您的户籍直接迁出或注销的，这叫除户。过去啊，很多朋友觉得除户就除户呗，反正我身份证还在，我国内的银行卡还能用，我劳保费每月照扣，等我老了回来领钱不就完了。事情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在2026年这一轮的严查风暴里，劳保局和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接口那是完全打通的，实时共享，系统会自动的、智能的筛查出那些长期在海外有居住记录，但国内劳保账户却还在频繁操作，或者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群。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在领老年年金的朋友，如果您人长期在国外，每年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叫做生存验证，也就是证明您还健在且符合领取资格。如果您忘了做，或者做了没通过，养老金说停就停。我给您举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阿姨跟着儿子去了澳洲生活，一去就是5年没回来，因为长时间没入境，她的户籍被迁出了，但她觉得无所谓，国内劳保账户一直没管，银行每月自动扣着保费，等她年纪到了，欢天喜地回国申请退休金时，大麻烦来了，劳保局系统一查，发现问题。他在过去5年里，投保身份是职业工会会员。职业工会是干嘛的？是给在境内从事无固定雇主劳动的人投保的。一个大活人5年不在中国境内，怎么可能在境内从事劳动呢？这是一个根本的逻辑死结。结果，劳保局判定他这5年的投保是无效投保，年资全部不算。这一下，直接导致他总缴费年限凑不够最低的15年。丧失了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只能一次性领回个人账户里很少的一笔钱，前后一算，白白亏损了好几十万。您看，这就是不了解规则吃的闷头大亏。所以，如果您本人或者您的家人目前已经在海外长期生活，或者有长期出境的计划，一定要立刻马上搞清楚自己的投保身份合不合法。如果您是国内公司外派出去的正式员工，那没问题，手续齐全即可。但如果您只是挂在某个职业工会下面，人却常年不在国内，那这就是一颗埋在你养老金账户里的定时炸弹，必须尽快处理。说到这，如果您的心情已经开始有点沉重了，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3类人，您更需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因为这类人涉及到的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违规了，而是直接触碰了法律的高压线，弄不好是要坐牢的。这就是带病投保或者涉嫌用虚假手段诈领伤病保险金的人群。在2026年，针对医疗大数据的审计被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什么叫带病投保？就是有些朋友明明已经患了很重的病，甚至已经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本来是没有劳保或者劳保早就断缴了的，但为了能申请到一笔伤病给付，或者是为了将来身故后家人能领到那笔丧葬津贴，就突然临时抱佛脚，找个地方突击性的把劳保交上。你以为交上几个月就能顺理成章的去申请理赔了吗？这种想法
在2026年的新系统面前，真的太天真了。现在的稽核系统拥有强大的回溯能力，它会直接打通医院的诊疗数据库。如果系统发现您在突击投保之前的1-2个月，就已经在正规医院被明确确诊为癌症晚期、重度脑中风等等重大疾病，那这就属于板上钉钉的带病投保。劳保的原则是，保险保的是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而不是已经明确发生的灾难。您这等于是在房子已经烧起来了，才跑去买火灾保险，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而且现在的调查手段硬核到超乎您的想象，坊间一直有一些所谓的劳保黄牛，专门教唆一些想占便宜的人去伪造、夸大病例，把小伤说成重伤，明明手脚利索，非要装成生活不能自理，以此来骗取高额的失能给付。针对这种恶劣行为，在2026年的行动中，劳保局将会引入更先进的影像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行为分析模型。这绝对不是我危言耸听，之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案子，一位男子声称自己因为工伤腰部严重受损，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卧床不起，申请了最高等级的失能津贴。结果呢，稽查人员通过合法渠道调取了他家小区周边、常去超市等地方的公共监控录像，甚至分析了他本人在社交媒体上不小心分享的生活视频。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在报告里瘫痪在床的申请人，居然在周末的公园里生龙活虎地打着羽毛球、扣杀、救球，动作比小伙子还敏捷。这些视频被固定为证据后，不仅已经发放的钱要全部追回，他还因为涉嫌诈骗社会保障基金被移送法办，判了实刑。真是贪小便宜吃大牢饭。所以我千万次的提醒您，绝对不要听信任何路边中介、能人的忽悠，他们拿走的是高额的代办费、佣金，最后留下刑事案底、锒铛入狱风险的是您自己。最后，咱们来揭晓第4类人。这类朋友可能是心里觉得最冤的，因为他们确实在辛苦工作，也确实按时交了钱，但就是因为不懂里面复杂的规则，一不小心踩中了重复领取或者身份冲突的红线。这类情况主要发生在那些身上同时牵扯着多种社会保险的人身上，比如既有劳保又有国民年金国保，或者是还有农民保险农保的朋友。在2026年的这次大清查里，系统会像侦探一样，重点抓取那些脚踏2条船的账户。举个例子，有些朋友年轻时在公司上班交劳保，后来失业了，自动转入了国民年金体系，开始交国保。过一阵子，他又找到新工作，新公司又开始给他交劳保。等他到了65岁，心里可能就打起了小算盘，我能不能这边领一份劳保的退休金，那边再领一份国保的老年年金，两边都领，岂不是双倍快乐？又比如，有些女士，丈夫不幸去世后，她开始合法领取遗属年金，过了一些年，她自己年纪也到了，符合领取自己那份劳保老年年金的条件了。这个时候，她可能也会想，我丈夫的这份和我自己的这份应该不冲突吧？我能不能同时拿？这里面的规则非常细致，而且可以说是无情的。政府的社会保险福利有一个基本原则，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同一种性质的福利，你是不能重复享受的。尤其是遗属年金和老年年金，按照规定，你只能2选1，选择金额高的那一份来领，不能两头都占。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择一领取的铁律，在申请的时候隐瞒了自己已经在领另一份钱的事实，企图蒙混过关。这在过去数据不联通的时代，也许能瞒个1年半载，但在2026年，各部门数据墙被完全推倒的今天，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被系统交叉比对出来，劳保局会立刻冻结你所有的给付发放，然后精准计算出你多领了多少钱。这些多领的钱会从你后续应得的养老金里一个月一个月的抵扣，直到扣完为止。如果你已经停领了，他们甚至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直接查封你名下的银行卡、房产、车辆。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个疏忽就可能让自己晚年的经济基础遭受重创。好了，朋友们，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相信您已经深深感受到2026年这次劳保彻查的严肃性、广泛性和紧迫性了。
咱们总结一下，这4类站在风暴中心的人就是：第一，挂名投保，制造虚假劳动关系的；第二，长期人在海外，户籍和投保身份存在逻辑矛盾的；第三，涉嫌带病投保，欺诈骗取保险金的；第四，因为不懂规则，陷入重复领取、身份竞合困境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牢牢保住自己的养老钱，避免成为系统误伤的对象，或者在有风险的时候，及时踩下刹车，挽回损失呢？在健康永驻这里，我给大家提几条非常实在，能立刻上手的建议。第一，别拖延，现在就动手核查你的投保单位。如果你是个上班族，找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问清楚，或者自己上劳保局网站查一下，看看公司给你申报的投保薪资是不是和你每个月实际拿到手的工资水平大致相符。虽然今天主要讲个人风险，但高薪低报也是劳保局打击的重点，这直接拉低你未来的退休金计算基数。如果你是属于挂在职业工会的那一类，请你务必诚实地问自己，我现在真的还在从事这个工会所代表的行业劳动吗？比如你挂的是餐饮业职业工会，但你早就不在餐馆干活，而是退休在家全职带孙子，或者转行去做网店了，这明显就不符合了。为了贪图多累积那几个月、几年的年资，冒这么大风险，绝对是因小失大。第二，密切关注你的居住地和户籍状态。如果你有计划要出国常住，比如去帮子女带小孩，打算一去1-2年，那么在你出国前，最好亲自跑一趟劳保局，或者打他们的官方咨询电话，问清楚，像我这个情况，出国期间，我的劳保该怎么处理？是继续交还是办停？会不会影响我以后的领取资格？把规则吃透。对于已经退休，在海外养老的朋友，每年那个生存验证，现在很多可以通过手机 APP 人脸识别完成，千万别嫌麻烦忘了做。一旦养老金被停发，再想恢复，那个流程会复杂到你头疼。第三，养成习惯，保存好一切能证明你工作的证据。这一点对于自由职业者、小店业主以及那些挂在工会的朋友尤其重要。既然你声称自己在工作，那就要有工作的痕迹，平时的结单记录、收款凭证、给客户开的发票底单，甚至是你工作时拍的现场照片和客户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定期整理一下，保存在手机里或者云盘上。这些看似零零碎碎的东西，万一将来某一天，劳保局真的找上门来，质疑你某段时间是假投保时，这些就是你自救的最有力的证据链。第四，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条，永远不要轻信任何号称能帮你多领钱、快领钱的歪门邪道。劳保制度，它的本质是社会互助和风险共担，它的基石是公平二字。任何想通过欺骗、造假的手段，从这个大池子里多舀一勺水的行为，在2026年这个数字化监管元年，都如同在探照灯下裸奔，无处可藏。我们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钱交劳保，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一份踏实的心安，图的就是老来有一份稳定的依靠。如果因为一时贪念，动了歪心思，把这份心安变成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东窗事发的恐惧，那这份养老钱领得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各位健康永驻的朋友们，2026年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标志着社保体系进入全程透明、严格监管的新纪元。无论你正值壮年还是临近退休，劳保账户里的每一笔缴费、每一次变更，都是你个人社会信用的数字化体现，关乎未来的养老保障。今天我们长时间讨论这个话题，绝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在大雨来临前，提醒大家检查屋顶是否牢固，窗户是否关严。如果你的亲友中有人正在挂靠缴费，长期境外居住，或通过不明渠道交社保，请务必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你的一次转发，也许能帮助他们避开财务陷阱，挽回数十万损失，更避免陷入法律纠纷与晚年困境。这就是守望相助的意义。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并订阅健康永驻频道。我会持续关注2026年社保政策的动向，及时分享最新解读与避坑指南。在这个规则日益透明的时代，让我们互相提醒，彼此照亮，
共同守护奋斗半生换来的养老保障，安稳过好下半生。感谢收看，我是德昌，下期再见。